今天我真的是特別嫌棄這狗子，但是它還一直跟着我，這臉皮可真厚啊！還好我剛剛回來的時候，它沒有用爪子扒拉我，不然的話我真的是招架不住了。看這狗子的底盤，不知道在哪裡搞成這個樣子了。這天氣好，溫度高一點，你高興我能理解，但是也不至於搞成這個樣子，這也太髒了吧！誰要跟你握手啊？你看你這狗爪子，我真的想把你这狗爪子剁了当燒烤吃。哎，沒辦法看了，趕緊滾！就這怎麼還有臉睡覺的？還睡在馬路中間？我不要面子嗎？好像還不能說他嘞，一說他就換了個位置繼續曬。這還睡着了，鄰居還曬得有菜嘞，他就睡這裡，過分了啊！為了維護本村良好的形象，我決定給他洗個澡。起來啊！這還扯不動了，這狗子。走嘍，洗澡嘍！洗完之後，你又是本村最靚的狗，趕緊起來！這家伙還不想洗澡嘞，必須給他捆綁起來。布丁特別討厭洗澡，但是誰讓他弄得這麼髒嘞？先把他身上比較髒的泥給清理掉，主要就是集中在他這個底盤，特別是這個腳，我已經看不下去了。今天有28度，還是給他搞溫水洗，可能是跑到河道裡，在淤泥裡面躺了的。洗第一遍的時候，給他用狗狗專用的沐浴露，全身都打一遍。第一遍剛洗了幾分鐘，水都這麼髒了。換水洗第二遍，也是溫水洗。不要反抗啊，誰樂意給你洗澡啊？這一次水乾淨了不少。這是最後一遍了，家裡面已經沒有熱水了，差不多也就這樣了吧，反正已經沒有水了。剛洗完不到一會兒，這小子就跑到山上來了。只要不去泥坑裡面，都是沒問題的。這裡好大一群紅嘴蓝雀啊，馬上都要繁殖了，他們都在爭女朋友嘞。這狗子今天差不多也洗乾淨了啊，現在身上香噴噴的，總算沒給我丟臉，不然的話太醜了，影響村裡的形象。走了，我們回家去把小兔子帶着出去溜達一圈。這麼好的天氣，別浪費了。哎呀，這幫小兔子終於送出去了一隻。在我們這種偏遠地區，送東西都特別困難，特別是这種寵物，別人都不願意養。今天就把你帶出去。走了，我們出發。春天一到，這幫小家伙們更愛跑了，特別是這小兔子，剛放出來就在到處吃草，只要不吃別人的油菜花就可以了。今天的運兔車是老朋友妙界新出的多功能按摩儀，嫩綠的，很春天的哦。狗子特別喜歡，我剛拿出來它就研究了半天了，不僅長得好看，功能上還做了升級，但價格只要268，比同類的按摩儀便宜了一大截哦。以前用的都是2個按摩頭，妙界直接升級成了20個，按的範圍大了，穴位也更準了，就像2個小拳頭一樣，在腰上最容易酸的位置來回碾壓，特別舒服，熱敷能純享，貼着按又暖又酸麻。女孩子特殊時期就拿它暖肚子。以前很想攤着按摩，沒想到妙界真的能做到。大扭力的電機，我躺着都沒問題。平時剪視頻，我就用上送的那節延長帶，把它綁在椅子上當個腰靠。逗狗的時候掛在腰上也很方便。5檔力度可以調，按摩全身都有合適的力道。剪1天的視頻下來，腰僵的不行，它都能揉透了。刷手機時捶捶肩，逗狗踏青後按按腿，反正絕對不會讓它閒着。大家上班上學坐久了，肯定哪裡都不得勁兒，腰部壓力尤其大，肌肉勞損了可麻煩了。這個續航好，用着方便，隨時隨地按摩放鬆，還是挺舒服的。現在新品推廣才有的優惠價，領券下單到手不到3張，保價送運費險。妙界老朋友，品質靠譜，1年內質量問題免費換新，自己用或者送人都不錯哦。今天我真的是特別嫌棄這狗子，但是它還一直跟着我，這臉皮可真厚啊！還好我剛剛回來的時候，它沒有用爪子扒拉我，不然的話我真的是招架不住了。看這狗子的底盤，不知道在哪裡搞成這個樣子了。這天氣好，溫度高一點，你高興我能理解，但是也不至於搞成這個樣子，這也太髒了吧！誰要跟你握手啊？你看你這狗爪子，我真的想把你這狗爪子剁了當燒烤吃。哎，没办法看了，趕緊滾！就这怎麼還有臉睡覺的？還睡在馬路中間？
我不要面子嗎？好像還不能說他嘞，一說他就換了個位置繼續曬，這還睡着了。鄰居還曬得有菜嘞，他就睡這裡，過分了啊！為了維護本村良好的形象，我決定給他洗個澡。起來啊，這還扯不動了，這狗子。走嘍，洗澡嘍。洗完之後，你又是本村最靚的狗，趕緊起來。這家伙還不想洗澡嘞，必須給他捆綁起來。布丁特別討厭洗澡，但是誰讓他弄得這麼髒嘞？先把他身上比較髒的泥給清理掉，主要就是集中在他這個底盤，特別是這個腳，我已經看不下去了。今天有28度，還是給他搞溫水洗，可能是跑到河道裡，在淤泥裡面躺着的。洗第一遍的時候，給他用狗狗專用的沐浴露，全身都打一遍。第一遍剛洗了幾分鐘，水都這麼髒了，換水洗第二遍，也是溫水洗。不要反抗啊，誰樂意給你洗澡啊？這一次水乾淨了不少，這是最後一遍了，家裡面已經沒有熱水了，差不多也就這樣了吧，反正已經沒有水了。剛洗完不到一會兒，這小子就跑到山上來了，只要不去泥坑裡面都是沒問題的。這裡好大一群紅嘴蓝雀啊，馬上都要繁殖了，他們都在爭女朋友嘞。這狗子今天差不多也洗乾淨了啊，現在身上香噴噴的，總算沒給我丟臉，不然的話太醜了，影響村裡的形象。走了，我們回家去把小兔子帶着出去溜達一圈。這麼好的天氣，別浪費了。哎呀，這幫小兔子終於送出去了一隻。在我們這種偏遠地區，送東西都特別困難，特別是這種寵物，別人都不願意養。今天就把你帶出去，走了，我們出發。我之前給他們準備的豪宅，他們還挺喜歡的。過2天，這一隻母的就天天在窩裡面呼喚公的，趕緊過來住豪宅啦，這裡非常舒服。公的也沒閒着，每天都在外面找材料，準備給豪宅來一個精裝修。偶爾我也過來給他們幫忙遞點材料，舉手之勞嘛。他們的分工也很明確，公的在外面找材料，母的在家裡面搞裝修。如果他們一起出去打工的话，這公的工資肯定低一些，因為母的是搞技術的，技術工的工資永遠高一些，這是沒辦法的。公的基本上把材料找過來往這裡一丟，剩下的全部交給母的加工。他們做窩的時間是非常快的，材料充足也就1到2天。不過這個也看鳥的品種了，他們做窩本来就很隨便，所以我說這是豪宅嘛。母的也很头痛啊，公的基本上材料都是隨便放的，然後母的就在這裡一根一根的要全部擺好。小伙子認真工作哦，我過幾個小時來看一下你們的房子裝修成什麼樣了。半個小時不到，窩裡面的草都已經這麼多了，而且他們還在繼續做窩，分工特別明確。第二天過來一看，哇，這個窩裡面草這麼多了，看來昨天還是挺辛苦的。順便看一下有沒有下蛋，應該沒那麼快，還沒有。過2天我再來看一下。小伙子，昨天辛苦了啊，再給你搞根材料，加油！一看就是負責任的鳥吧。又過了1天，看樣子還是沒有蛋，還在壘窩嘞。明天我們再看。看今天這個趴窩的狀態有戲哦，而且肚子下面鼓鼓的，是吧？下蛋了，這速度可真快，也就從做窩到現在4天的時間。他們一窩會下2枚蛋，明天不會下，後天還會再下1枚蛋，到時候我們再來看。今天這個蛋應該是已經全部下齊了，來看一下。好，全部下齊。從今天開始，他們就要正式開始輪流孵化了。16到18天孵化出小鳥。這一隻就是母鳥，也特別乖，加油哦！好了，出來轉了一圈，趕緊進去孵蛋吧。它對我還挺好奇的，一直看着我。公的在後面很激動啊，
這只公的過來了，我就說嘛，這只公的還是挺負責任的。他们在孵化期一般都是公母轮流换班的，现在母的又进去了，然后我们静静的等待16到18天，他们就会出壳。我之前给他们准备的豪宅，他们还挺喜欢的。过2天，这一只母的就天天在窝里面呼唤公的，赶紧过来住豪宅啦，这里非常舒服。公的也没闲着，每天都在外面找材料，准备给豪宅来一个精装修。偶尔我也过来给他们帮忙递点材料，举手之勞嘛。他們的分工也很明確，公的在外面找材料，母的在家裡面搞裝修。如果他們一起出去打工的話，這公的工資肯定低一些，因為母的是搞技術的，技術工的工資永遠高一些，這是沒辦法的。公的基本上把材料找過來，往這裡一丟，剩下的全部交給母的加工。他們做窩的時間是非常快的，材料充足也就1到2天。不過這個也看鳥的品種啦，他們做窩本來就很隨便，所以我說這是豪宅嘛。母的也很頭痛啊，公的基本上材料都是隨便放的，然後母的就在這裡一根一根的要全部擺好。小伙子，認真工作哦，我過幾個小時來看一下你們的房子裝修成什麼樣了。半個小時不到，窩裡面的草都已經這麼多了，而且他們還在繼續做窩，分工特別明確。第2天過來一看，哇，這個窩裡面草這麼多了，看來昨天還是挺辛苦的。順便看一下有沒有下蛋，應該沒那麼快。還沒有，過2天我再來看一下。小伙子，昨天辛苦了啊，再給你搞根材料，加油！一看就是負責任的鳥吧。又過了1天，看樣子還是沒有蛋，還在壘窩嘞。明天我們再看。看今天這個趴窩的狀態有戲哦，而且肚子下面鼓鼓的，是吧？下蛋了，這速度可真快，也就從做窩到現在4天的時間。他們一窩會下2枚蛋，明天不會下，後天還會再下1枚蛋，到時候我們再來看。今天這個蛋應該是已經全部下齊了，來看一下。好，全部下齊。從今天開始，他們就要正式開始輪流孵化了。16到18天孵化出小鳥。這一隻就是母鳥，也特別乖，加油哦！好了，出來轉了一圈，趕緊進去孵蛋吧。它對我還挺好奇的，一直看着我。公的在後面很激動啊。這一隻公的過來了。我就說嘛，這只公的還是挺負責任的。他們在孵化期一般都是公母輪流換班的，現在母的又進去了，然後我們靜靜的等待16到18天，他們就會出殼。過來看一下豆芽有沒有下蛋，來，起來，讓我看一下。哎，還真下了1枚呢，已經爆漿了，回去洗乾淨，丟在孵化器。在池塘裡面發現盟主送我那一隻鴨子也下蛋了，這一個個的下蛋也沒有固定的地方，害得我每天都要到處找。拿了你的蛋不要生氣啊，過段時間還你一隻小鴨子。前段時間不是孵化了3枚鴨蛋嗎？有1枚沒受精，有1枚弱精，有1枚正常的，中途的時候停止發育的。主要是年前那一段時間太忙了，忘了給孵化器加水，尷尬了。現在鴨子大量產蛋，開始孵化，把豆芽丟到池塘裡面，和隔壁的鴨子培養一下感情。別這一次孵化的又是3號的孩子。孵化到第7天開始照蛋，已經有1枚受精了，這1枚也是受精蛋，血絲很明顯，正常發育。孵化到第23天的時候，這隻小鴨子已經把內膜給頂破了，這個時候它已經開始轉肺呼吸。起嘴之後，我們也可以選擇輔助它一下，提高成活率。但是我決定等待12小時之後再進行輔助，看它自己有沒有著殼。第24天還是沒有著殼，安全起見，給它開個孔，讓它好呼吸，以免憋死了。
開孔的位置在它嘴上方，把孔稍微開大一點，看到它的嘴巴就可以了。嘴巴已經露出來了，我剛剛還聽到它在裡面叫，現在應該還沒有吸收好。過幾個小時我們再看，又過了幾個小時，把孔給它開大一點，順便照一下蛋殼裡面的情況。這4周都已經空了，來吧，我們繼續剝蛋。哎呀，剥多了一点點，不過這種情況很正常，問題不大。我們放在孵化器繼續等待。孵化科尔鴨的第25天，我又給它剝了不少，這一次已經吸收差不多了，沒有流血。預計正常情況今天就會順利出殼。看樣子應該是一隻小黃鴨，基本上已經全部吸收好了，現在就等它自己出來。孵化器裡面剩下6枚蛋，有1枚比它晚2天，有3枚蛋是別人送的混養异色的，不知道能孵出啥，不過還早嘞，放進去沒多久。哎，這個小家伙自己把頭伸出來了，看來要不了多久它就能徹底出殼。給它做一個小棉被，這樣躺着會舒服一點。好像已經出殼了哦，趕緊過來看一下。的確是出來了，有一隻腳還在蛋殼裡面，吸收的還不錯哦。不過這個小鴨子現在看起來好醜啊。這是一隻白色的科爾鴨，不過身上有幾根雜毛，反正不是3號的孩子。放到保溫箱，等它羽毛乾了，我們再看。另外1枚蛋已經孵化了23天了，我們來看一下。這隻小鴨子也起嘴了，這個嘴巴特別明顯，剛還動了一下。我在它嘴巴上方給它開了一個小孔，讓它呼吸。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剛出生的這一隻小鴨子，羽毛已經快乾了，但是還站不起來，因為出殼的時候它們也消耗了很多的體力。現在就讓它好好休息。又過2個小時，這個羽毛已經乾了，有一邊眼睛這裡因為剝蛋殼的時候流了一點血，問題不大，過幾天洗個澡就好了。我還說帶它出來曬個太陽嘞，沒想到剛剛出來太陽就躲起來了，還是待在保溫箱吧。等你的兄弟出生了，過幾天帶你和你的兄弟去認親。這2隻小鴿子是1月份的時候我家2隻鴿子孵化出來的孩子，當時我還誇他們養孩子挺負責任的，結果剛誇沒2天，他們2個突然失蹤了幾天，可能出去旅遊去的。所以說了，小鴿子也餓了2天，中途我還幫忙餵了一下，他們回來之後也不管孩子了，特別是右邊的這一隻，2天的時間也沒有長，明顯小了一圈兒。所以當時我就決定把這2隻小鴿子帶回家手養，餵2天的鴿乳，因為2天沒怎麼吃東西，它們的消化系統肯定不是特別好。鴿乳的話是比較容易消化的，過幾天就可以餵鴿糧了。鴿子是屬於特別好養的，就算是剛出生的，養大也很輕鬆，每天餵3、4遍，根據它們的消化情況。後來自己會吃之後，我基本上就沒有管過它們。現在正是處於換羽毛的尷尬期，看起來特別醜，不過馬上換完羽毛之後就會很好看。話說我家這隻鴿子基因是真的強大呀，每一窩都是出這樣的紅色的鴿子，已經對它們沒有任何期待了。之前已經送了好幾窩出去了。你一定要說有區別的話，那這2隻其中1隻腿上有腿毛，繼承了母鴿子的基因，因為母鴿子腿上也有腿毛，其他的沒發現。你們2個要感謝我，不是我，你們的狗命早都沒了。看來你們的父母還是不靠譜。最近他們的父母不是又在孵蛋嗎？估計也快孵化出小鴿子了。這一次你們要自己帶哦，我可是對你们的孩子一點興趣都沒有。這幾天我發現多數時候都是公鴿子在孵蛋，這隻母鴿子天天都在休息。這隻母鴿子是公鴿子拐回來的，很多粉絲說它特別乖，其實就是孵蛋的時候它為了保護自己的孩子，其他的時候人一靠近它就跑了，還是挺怕人的。還有就是最近好多人想領養這隻鴿子，
這只鴿子不送啊，我自己专门留下来的，我还挺喜歡的，準備一直把它給養着。這兩隻如果附近有人願意領養的話，自己過來拿哦，不要1分錢。如果沒有人領養，等它們換完羽毛之後，我就準備徹底給它們散養，讓它們自己繁殖，反正1個月也吃不了多少鴿糧，無所謂。這一次等小鴿子孵化出來，我計劃把這個門給它們鎖起來，讓它們安靜的餵小鴿子。我就不給你們餵了啊！如果有母鴿子的基因，遺傳特別強大的話，我再考慮。不要讓我帶孩子了，再見。這兩隻小鴿子是1月份的時候，我家2隻鴿子孵化出來的孩子。當時我還誇他們養孩子挺負責任的，結果剛誇沒2天，他們2個突然失蹤了幾天，可能出去旅遊去的。所以說了，小鴿子也餓了2天，中途我還幫忙餵了一下。他們回來之後也不管孩子了，特別是右邊的這一隻，2天的時間也沒有長，明顯小了1圈兒。所以當時我就決定把這2隻小鴿子帶回家手養，餵2天的鴿乳，因為2天沒怎麼吃東西，它們的消化系統肯定不是特別好。鴿乳的話是比較容易消化的，過幾天就可以餵鴿糧了。鴿子是屬於特別好養的，就算是剛出生的，養大也很輕鬆，每天餵3、4遍，根據它们的消化情況。後來自己會吃之後，我基本上就沒有管過它們。現在正是處於換羽毛的尷尬期，看起來特別醜，不過馬上換完羽毛之後就會很好看。話說我家這隻鴿子基因是真的強大呀，每一窩都是出這樣的紅色的鴿子，已經對它們沒有任何期待了。之前已經送了好幾窩出去了。你一定要說有區別的話，那這2隻其中1隻腿上有腿毛，繼承了母鴿子的基因，因為母鴿子腿上也有腿毛，其他的沒發現。你們2個要感謝我，不是我，你們的狗命早都沒了。看來你們的父母還是不靠譜。最近他們的父母不是又在孵蛋嗎？估計也快孵化出小鴿子了。這一次你們要自己帶哦，我可是對你們的孩子一點興趣都沒有。這幾天我發現多數時候都是公鴿子在孵蛋，這只母鴿子天天都在休息。這只母鴿子是公鴿子拐回來的，很多粉絲說它特別乖，其實就是孵蛋的時候，它為了保護自己的孩子，其他的時候人一靠近它就跑了，還是挺怕人的。還有就是最近好多人想領養這只鴿子，這只鴿子不送啊，我自己專門留下來的，我還挺喜歡的，準備一直把它給養着。這2隻如果附近有人願意領養的話，自己過來拿哦，不要1分錢。如果沒有人領養，等它們換完羽毛之後，我就準備徹底給它們散養，讓它們自己繁殖，反正1個月也吃不了多少鴿糧，無所謂。這一次等小鴿子孵化出來，我計劃把這個門給它們鎖起來，讓它們安靜的餵小鴿子。我就不給你們餵了啊！如果有母鴿子的基因，遺傳特別強大的話，我再考慮。不要讓我帶孩子了，再見。兄弟們，我的另外一只科爾鴨今天已經孵化到第25天，預計最遲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就會順利出殼。今天我準備把他的哥哥帶出來見一下他的父母摳仔和豆芽。他的爸爸這一會兒在池塘裡面游泳，所以說先帶他去見豆芽。豆芽剛剛好像去臭水溝了。哎呀，已經看到孩子他媽了，我覺得還是不要見比較好啊，以防以後這小鴨子天天跟着去臭水溝。你看你媽媽多重視你，為了見你還專門去臭水溝化了個妝，這個妝真的化的是一言難盡哦，以後你可不要學她哦。走吧，我帶你去見你的爸爸，這不是你親媽啊，不要相認。他的爸爸此時此刻正在池塘裡面，我相信他看到我之後一定会很激動，想咬我。哎呀，這個水上漂輕功十分到位，馬上就要過來咬我了。為了小鴨子的身心健康，還是不要見面了。剛這個家伙想咬我，然後卡在那裡的，過不來了吧？還好我跑得夠快。算了吧，我們還是說一下第二枚蛋的情況。第二枚蛋昨天，也就是孵化到24天的时候，我給它開了一個孔，讓它呼吸，以防憋死的。我照了一下，還沒有吸收好，所以暫時就不要播。第25天早上的時候，我發現它沿着我給它開的這個孔旁邊又啄了一個孔。
又過2個小時，我發現破殼的範圍更大了，然後還有一小半還有血絲。這個時候它自己在破殼，我們暫時就不用管它。到了下午接近4點鐘的時候，我發現它着殼的這個進度明顯緩慢。我照了一下，裡面已經全部吸收好了，能看到的範圍没有任何血絲，所以這個時候可以適當的輔助一下，以防它自己着殼着不開，把自己給累死了。關於輔助這個事情，一般也就科爾鴨需要輔助，其他的蛋基本上不用管，它们会自己出殼。一般輔助的时间自己把握，基本上都是在24天、25天居多。根据自己的温度，温度高，它们可能出壳早一点，发育比较快；温度低，发育遲緩，就比較慢，慢個1-2天，都屬於正常的。目前沒有任何血絲，基本上已經全部吸收好了，所以我們可以放心大膽的去剝殼，但是我們一定要細心觀察。好了，輔助到這一步，基本上就不用管它了，沒有任何血絲，基本上已經吸收完了。現在它這個頭，我估計1分鐘之內就會自己出來。最近我們這裡的溫度還算是比較高的，所以說孵化科爾鴨25天出殼是屬於比較正常的一個範圍。這個頭已經自己出來了，我還觀察一下蛋殼，裡面好像已經沒有蛋黃了，說明已經吸收完了。但是為了以防萬一，這個時候我們就不要碰它了，讓它自己出來。這第一眼看到我，以後肯定很親人吶。不過想要親人，還是要多互動。現在把它放到孵化器，等它出來吧。出来了，出來了，吸收的非常完美。這和昨天那只小鴨子不能說有點像，只能說一模一樣。現在把它放到保溫箱，等它羽毛乾了我們再看。羽毛已經乾了，看一下它們2個是不是長得一模一樣。就錯2天的時間，差距這麼大。然後因為破殼消耗大量的體力，也挺累的，在睡覺。這個鴨子還不停地啄它，等一會兒要給它們分開放。本來剛出殼就很弱，再被欺負就有點危險。然後這3枚蛋送同城的一個老鄉，他也想孵化科爾鴨，等一會兒就給他送過去。把2隻小科爾鴨帶出來玩一下，出生也就相差2天，這個塊頭差距還是挺大的。右邊的這一隻是出生稍微早一點的，他特別喜歡啄這一隻小的，所以就給他們分開了。而且這個小子從小就喜歡咬我的手，基因很強大哦。哎呦，這家伙突然飛過來，把小鴨子都給嚇掉地上去了。它是專門飛過來啄小鴨子的，還好我擋着在，沒啄到。只要是我把小鴨子給拿出來，它馬上就飛過來了，放到桶裡面，以它的海拔夠不到。然後它就抱着這個桶一直在轉圈圈，它偶爾還會踮着腳看一下，確認小鴨子就在裡面。但是它智商明顯不夠，它只知道轉圈圈，看一下哪裡有門，已經轉了幾十圈了。哎，就算不是你的孩子，也沒必要咬它們呢。嫉妒心這麼強幹嘛呢？看我再試一下啊！小鴨子拿出來，3號在菜地，它看到之後馬上就衝過來了，而且速度特別快。就這樣，你還想咬它？哎呦！哎呀，這小子這一口咬的可真準，咬在我的傷口上面。溫柔一點啊，以後還指望你罩着它了，這見面就咬。不過現在肯定不能放在一起，差距太大了，放在一起會把它咬死的。現在他們2個還住在保溫箱嘞，等過幾天天氣好一點，他們稍微大一點，帶他們出去游泳。這一隻出殼的時候，眼睛上的毛不是被粘住了嗎？本來我還說過幾天給它洗乾淨，結果這2天它自己在喝水盆裡面自己解決的，洗得非常乾淨，現在完全看不出來了。好了，他們現在還小，先放回保溫箱，等大一點，溫度高一點，帶他們出來玩。又開始了，見面就欺負這一隻小一點的鴨子，還是要把它們給隔離。來，小伙子，跑快點，過來跟你說點事兒。這家伙現在真的是到處跑，跑到別人家門口去了，女朋友都跟別人跑了，還在跑。你別急啊，這不還有鴨蛋嗎？總有一個我相信是你親生的啊，到時候有了我第一時間告訴你。
把2只小柯鴨帶出來玩一下，出生也就相差2天，這個塊頭差距還是挺大的。右邊的這一只是出生稍微早一點的，它特別喜歡啄這一只小的，所以就給它們分開了。而且這個小子從小就喜歡咬我的手，基因很強大哦。哎呦，這家伙突然飛過來，把小鴨子都給嚇掉地上去了。它是專門飛過來啄小鴨子的，還好我擋着在，沒啄到。只要是我把小鴨子給拿出來，它馬上就飛過來了，放到桶裡面，以它的海拔夠不到。然後它就抱着這個桶一直在轉圈圈，它偶爾還會踮着腳看一下，確認小鴨子就在裡面。但是它智商明顯不夠，它只知道轉圈圈，看一下哪裡有門，已經轉了幾10圈了。哎，就算不是你的孩子，也沒必要咬它們呢。嫉妒心這麼強，幹嘛呢？看我再試一下啊！小鴨子拿出來，3號在菜地，它看到之後馬上就衝過來了，而且速度特別快。就這樣，你還想咬它？哎呦！哎呀，這小子这一口咬的可真準，咬在我的伤口上面。溫柔一點啊，以後還指望你罩着它了，這見面就咬。不過現在肯定不能放在一起，差距太大了，放在一起會把它咬死的。現在他們2個還住在保溫箱嘞，等過幾天天氣好一點，他們稍微大一點，帶他們出去游泳。這一只出殼的時候，眼睛上的毛不是被粘住了嗎？本來我還說過幾天給它洗乾淨，結果這2天它自己在喝水盆裡面自己解決的，洗得非常乾淨，現在完全看不出來了。好了，它們現在還小，先放回保溫箱。等大一點，溫度高一點，帶他們出來玩。又開始了，見面就欺負这一只小一點的鴨子，還是要把他們給隔離。來，小伙子，跑快點，過來跟你說點事兒。這家伙現在真的是到處跑，跑到別人家門口去了，女朋友都跟別人跑了，還在跑。你別急啊，這不還有鴨蛋嗎？總有一個我相信是你親生的啊，到時候有了我第一時間告訴你。